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这一周大家的修行有进步吗？有没有在舍恶取善上有更进一步的修行啊？如果有的话，真的很随喜大家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普利奥斯地广论止观章的奢摩他品，请大家打开广论书的342页，最后一行，看文。又翻到书吧。如是成就，无分别住等持，心于所缘，不于散者，亦谓令心于善所缘，成就堪能任欲前始。此夫既心于意所缘，即能安住；欲令起时，亦于无边善所缘境，如欲而转，如峻沟渠，引诸流水。如果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一段呢，就是这里边的第一句话是如是成就无分别住等持。那么修成等持呢，等持就是三摩地。什么样的三摩地，什么样的等持呢？就是在一个所缘上，心不会散到其他的地方，无分别而安住的这样的一个奢摩他，这样的一个等持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修成这样的等持呢？修成这样的等持到底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？亦为令心于善所缘，如欲而转。所以呢，亦为令心于善所缘，成就堪能任运前始，是为了修成堪能。什么样的堪能呀？就是对于善所缘呢，能够随意的驱使我们的内心，想让我们的心做什么，然后心呢就会乖乖的做什么，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所以呢才修成等持的。为了让心能够听使唤、听话，让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。那么这样的堪能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说如果将心安置在一个所缘，也就是能够安住在那个所缘上，就说你把心安置在一个所缘，它就能够安住在那个所缘上，它有这样的能力。然后如果你把心放开，它呢也能随心所欲的去向一个无边的善所缘，就是不仅仅是安住一个所缘，死死的抓住，你放开的时候，再安住另一个所缘，另一个所缘，另一个所缘，都呢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向于无边的善所缘。打一个比喻的话，就像在已经疏通的这样一个就是沟渠中呢，这个沟渠已经挖好了，然后呢这边放水的话，导入水流一样，这个水就会沿着这个沟渠非常顺利的流淌，通畅，没有阻力。所以说在这个疏通的很好的沟渠中，把水导入，水能够很好的注意被引导流向。为什么要挖一个沟渠呢？就是要引导这个水，让它朝什么地方流，它就朝什么地方流。那么即指呢，安住于一个善所缘，心就不会被不善品夺取，而能去向于善品。这样修好的沟渠引导的水流呢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达到这样的状态，让心安住就安住，然后让心呢去向于无边的善所缘呢，心就会去向于无边的善所缘。这就是呢一种内心堪能的状态。这种内心堪能的状态，是不是我们修心要
达到的目标，也就是我们修止要达到的目的。通俗一点说的话，比如说我们不想让我们自己生气，就是沿着那个容易生嗔心的所缘去生气，非礼注意，那就可以把心从那个所缘上移开，对不对？你不想忧伤的话，就可以不要忧伤，因为心已经很听话了，它就会安住在你想安住的地方。成就了这样的止之后，注意又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再往下看，看原文。故成止后，更须将护所缘形象，为缘如所有及尽所有境，智慧、施心、戒心、忍辱、精进、净信及厌离等，诸能摄无边善，灭无边施者。若为安住异所缘境者，是未了知修止之意。应知不能令于善行起大功效。如是，若舍行品、观品、妙观察会所观察修，唯修三摩地，心一净性，其力极小。那么解释一下，就是说，因此呢，修成寂止之后呢，要将护所缘形象。将护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守护、守护、维系这样的意思。那么维系所缘形象呢，意思就是注意说维系我和你的善缘，维系我们的一种和平的关系。其实这就是呢，持续不断的修持所修的这个所缘形象。然后如果中断了呢，或者暂时的停止所缘形象的话呢，其实就不是维系的所缘形象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吧。要将护什么样的所缘形象呢？涉及无边的善法，以及遮止无边过失的这个所缘形象。我再说一下，是谁要涉及无边的善的所缘形象？是我们的心，对吧？那么心为什么要涉及无边的善，遮止无边的过失呢？因为要断恶修善，对不对？要修习这样的资粮，然后遮止这样的过失。那么如果从它的所缘形象分的话，比如说缘着如所有性与尽所有性的这个智慧，如所有性是什么呀？就是空性，对吧？尽所有性的就是不是空性的法。那么就说布施的心、防护的心、忍辱、精进、信心，还有厌离心等等，在修成寂止之后呢，还要将护摄集无边善法与遮止无边过失的所缘形象。如果修成寂止之后，我们只能注意，我们只能始终将心安置于一个所缘而安住，就是你心只是抓住一个所缘而安住。听听宗大师怎么讲。宗大师说，是未了知修止之意，就是说这是不了解修止的目的。这里的意呢，就是目的的意思。就修成了止之后呢，还是把心安住在一个所缘上，这样的行为。宗大师的看法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应当了知呢，只是始终将心安止于一个所缘而安住呢，这对于行善无法产生很大的功效，智者是不许的。那么舍弃了行品与观品，行品是什么呀？就是行持方面，非智慧的修行的部分都是行品。观品是什么？就是见解方面。观品呢，应该是被智慧摄持，然后舍弃了行品与观品的分别观察会进行的观察修，只修持一心专注的三摩地，功效也是非常微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幸运的，如果获得了殊胜的奢摩他，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让内心安住在善所缘上，想安住多久就安住多久。
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可喜的事情。虽然具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我们不应该感到满足，要去承办圆如所有性与尽所有性的妙慧、施心、戒心、忍辱、精进、净性，还有业离心等等无边众善，如此呢，才能够灭除无边的过失。如果只满足于已经得到的这个三摩地的话，这是不了解修学奢摩他的目的，不能够增长广大的善行。那么呢，修奢摩他的利益就非常小了。我们费了那么大的苦心，修成了奢摩他之后，怎么能够忍心获这么小的利益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往下看。由于无我意，若无引生恒常猛力，定解方便，为以观慧观则将护，如是缘如所有性比波舍那，纵久修习正奢摩他，仅容压伏现行烦恼，终不能断烦恼种子，故非为修止，亦定因修观。解释一下呢，说尤其对于无我的这个内涵来说，如果说没有发起猛力，注意，如果没有发起猛力，而且恒常持续的定解的方便，这个方便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分别观察的这个智慧，观则将护，沿着什么呀？如所有性的比波舍那就是空性吧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比波舍那，注意，无论多么长久的修习奢摩他，能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呢？评估一下，我们这样的努力达到什么样的状态？仅容压伏现行烦恼，终不能断烦恼种子。就是说，只可能压伏现行的烦恼，不可能连根断除烦恼的种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目的是要连根断除烦恼的种子，切断轮回的根本。看起来呢，只修奢摩他是完全达不到这个目的的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只修寂止，也必须修习胜观。宗大师在这里提到呢，对于无我意要恒常猛力的定解，注意，要恒常猛力的定解我意。这点呢，宗大师有在直观释难中呢写到这样一段话，说就像呢手持斧头砍树，如果呢这个手颤抖的太严重的话呢，无论斧头怎么样的砍树都无法砍断。同样的，如果不先成就奢摩他的话，观察的心没有结合安住的力量，导致呢无论如何观察都生不起摧坏不顺品的力量。那么如同有力的手极其坚稳的呢拿着利斧，如此呢砍树很快的就能砍断，以及其坚固的奢摩他的手支持着我们的心，内心握着智慧的锋利的武器，以此呢修习观察真实性，就能呢具足摧坏不顺品的力量。也提到关于这一点呢，说就像次数太少，就是你在砍这个烦恼的毒树的时候，你次数太少是砍不断这棵烦恼的树的。如果不以智慧多次的观察，无法成就有能力的胜观，所以呢要数数的观察。所以这里边呢，对于猛力的恒常的定解无我意，然后宗大师提出了这样的一段教诲，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心上。你也不要陷阱说我们好像去不爱护树，陷阱那种义工像，不是的，这是要砍断内心无明的这个毒树，它是一个譬喻。
那么修奢摩他的时候，只能压伏烦恼的现行，无法断除烦恼的种子，这样绝对是不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应该只修奢摩他，一定要去承办毗婆舍那。就是修习奢摩他的目的，其实是为了进一步要观修空性。观修空性的目的是要结束所有烦恼的种子，砍断所有烦恼的种子那个根，也就是轮回的那个根，也就是生老病死的根。所以修止呢，是为了断除生老病死的根本。那么如何断除生老病死的根本呢？就是一定要观修空性，而且要猛力恒长的定解无我意，进行这样的修心。今天呢就讲到这儿，下周见，谢谢大家。